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要开演唱会了，粉丝跟网友评价两极，演员跨界开演唱会成潮流。谭松韵要开演唱会了，这消息一出来，不少人都愣了一下。这位靠以家人之名锦衣之下圈粉无数的国民妹妹，要跨界当歌手了。再仔细一看批文和场地信息，才明白这哪里是什么商业演唱会，分明是场之宠铁杆粉丝的 Live House 音乐见面会。加上前阵子赵露思那场倒贴钱宠粉的音乐会，让人忍不住琢磨，现在演员跨界开唱是成潮流了，但这潮流好像跟咱们印象里的演唱会不太一样。先把谭松韵这场活动的底细捋清楚。北京市朝阳区文旅局的批文实打实摆在那儿，批文号京朝演20251886号，定档12月27日，地点是北京本土一家王牌 Live House。关键信息就在这儿 ，Live House 顶多容纳几百人，最后一排都能看清舞台。跟体育馆那种动辄上万观众的商业演唱会根本不是一回事。他工作室早就在12月行程图里埋了伏笔，说有惊喜掉落，粉丝早就猜到是这场双向奔赴，甚至直接叫他年度约会。这氛围跟演唱会的商业化完全不是一个路子，争议自然也跟着来了。核心有两点：唱功够不够，算不算演唱会？质疑的人直言演员开演唱会门槛也太低了，觉得批文上写着演唱会名头有点误导人。但支持者也拿出了实打实的证据，谭松韵有3首原创单曲，我在安这些歌在粉丝圈里传唱度不低，更别提30多部影视 OST 了。以家人之名的插曲一出来，多少人跟着共情落泪。之前他在生日会，剧组片场常给粉丝清唱，治愈系嗓音的评价不是空穴来风。连林俊杰、黄绮珊的演唱会都请他当嘉宾，跨年晚会的表演也没掉过链子。湖南卫视2026跨年阵容里也有他，唱功怎么说也够得上小型现场的水准。粉丝眼里，这场活动的意义早超出了唱歌本身。谭松韵跟粉丝的约定说了好几年，从等我有机会唱给你们听到如今批文落地，更像一场兑现承诺的仪式。大家早就开始猜歌单了，青春无恙说走就走可以吗？这些代表作肯定少不了。OST 串烧更是预定全场大合唱。最让人期待的是互动环节， Live House 的近距离优势摆在那儿。粉丝开玩笑说连呼吸声都能听见，这种沉浸式体验是体育馆演唱会根本给不了的。现在粉丝群里最热闹的话题，除了判票务信息，就是催着加场。成都站的呼声尤其高，可惜目前还没官方回应。要是拿谭松韵这场跟前不久赵露思的音乐会比，更能看出演员跨界开唱的新趋势，不玩商业玩情怀。赵露思那场更狠，直接把宠粉做到了极致，门票根本不卖，全靠线上答题免费送，题目都是关于他作品和公益理念的，门槛放得极低。外地粉丝赶过来，他包了场馆附近酒店的住宿，还安排了专属接送，算下来光住宿和交通就花了上百万，加上场地设备，妥妥的不赚反赔。网友调侃把同行都得罪了，但粉丝却感动得不行，说这哪是看音乐会，分明是被偶像当贵宾宠着。这俩人的案例一摆，就懂了现在演员跨界开唱的门道，不是真要抢歌手的饭碗，而是换种方式跟粉丝打交道。以前明星跟粉丝的连结靠作品、靠采访，现在这种小型音乐现场，
成了最直接的情感沟通渠道。就像李宇春之前搞的爱情保安演唱会，靠互动剧情把单向表演变成双向连结，本质上都是在做情感价值。演员们清楚自己的优势不是专业唱功，而是靠角色积累的情感共鸣。所以干脆选 Live House 这种小场地，把重点放在互动和陪伴上，既避开了跟专业歌手的正面比拼，又能深化跟粉丝的关系，一举两得。说起来，这种非典型演唱会的流行，也是行业生态变化的体现。一方面，影视行业竞争激烈，演员需要多渠道巩固粉丝基础，音乐成了最好的突破口。另一方面，粉丝也不再满足于单纯追作品，更渴望近距离接触偶像，这种小型现场正好满足了需求。而且文旅部门一直在规范演艺市场，杜绝天价门票、捆绑销售等乱象。谭松韵和赵露思这种小成本、重情感的模式，刚好踩中了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平衡点。回头再看谭松韵这场演唱会的争议，其实有点没必要。批文上的演唱会只是行政备案的名称，实际内核是粉丝专属的音乐派对。27岁的他从青涩演员走到如今，靠的是一个个鲜活的角色。这场 Live House 不过是给多年陪伴的粉丝一份特殊礼物。至于演员跨界开唱是不是潮流，答案是肯定的，但这潮流早已不是抢饭碗，而是玩情怀。从谭松韵的年度约会到赵露思的宠粉盛宴，本质上都是用音乐当纽带，拉近跟粉丝的距离。只要唱功不掉线，态度够真诚，这种跨界不仅没人反感，反而会成为圈粉利器。12月27日，北京那间不算宽敞的 Live House 里，也许不会诞生令人震撼的舞台奇观，但很可能会上演一场温度极高的双向奔赴。这种以真诚为前提，以分寸为边界的跨界尝试，或许正是当下演员与观众重新建立连接的一种更成熟的方式。当演员不再执着于像不像歌手，而是清楚自己为何而唱，这样的非典型演唱会，反而更容易被理解、被接受，也更容易留下真正长久的情感记忆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